整个东宫寂静的可怕，就连夏天的虫鸣声都没有。快看，是国师！此时国师正安静地站在门口，手中端着一个黑金色的罗盘。你账还不出来？诡异的笑声忽然从殿内传出，刺得人脑袋疼。龙龙，这声音好难听。小崽崽，不得了，你们的世界竟然还有那种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不等龙龙说完，殿内忽然飞出了2道身影，准确的说是一个女人提着傀儡似的太子飞了出来。太子失去了意识，脑袋垂在胸口，红衣女子飘在他的身后，那张仿佛碎布条拼凑出来的脸赫然展现在众人眼前。阿玉吓得直接蹦了起来，下意识地跳到了身侧之人的身上，好像一只树袋熊挂在红英身前。他红英涨红着脸，直接将阿玉从自己胸口扯下来。流氓！阿玉捂着脸委屈地看着红英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打的就是你！红英气得不轻，抡起胳膊就想再下手。王爷，小郡主，你们快管管他！昭昭和裴荣景对视一眼，默契地转过身，假装没看见。别以为我小就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刚才他就是耍流氓，帮了红英姐姐。阿玉见他们谁也不帮他，吓得赶紧躲到了江慈洲身后，指着红英气急败坏道：你这么凶，小心以后嫁不出去。老娘要你管！红英拔出腰间的短刃就要去扎他。少爷快保护我，这疯女人要杀了我，我可是你最可爱的护卫啊！阿玉尖叫着绕着江慈洲跑圈圈，江慈洲被他弄得有些烦得皱起眉头，伸出手猛地抓住阿玉的手腕，挡在了红英身前。阿玉感动不行，还是少爷最好了。红英皱了皱眉，不悦地盯着江慈洲。江大人是想护着他？不，烦！江慈洲结巴地说完3个字，抡起手将手中的阿玉甩飞了，在空中化作了一道流星。红英嘴角一抽，忽然冲江慈洲欣赏地笑了。果然失忆的江大人最可爱了。这边的闹剧刚结束，那边的红衣女人和国师已经打在了一起。国师明显游刃有余，却又没有立马解决掉红衣女人，反而在顾忌什么。爹爹，怎么办？太子哥哥在那个女人的手上，国师都不能完全出手。昭昭都能看出来，裴荣景自然也看出来了，只是他的目光一直盯着红衣女人的脸。温贵妃早已经死了，那现在这个女人又是谁？她操纵的太子又出现在东宫，究竟为了什么？红英、李治，保护好小郡主。是。国师见到裴荣景，神色严肃了不少，呵斥道：回去，他不是你能对付的。国师，这是何意？就在他与国师说话间，红衣女人的攻击到了眼前，国师眼底划过看戏的神色，竟然没出手。裴荣景立即抽出软剑迎了上去，结果软剑砍在红衣女子的身上，竟然如同砍在了玄铁上，他的软剑竟然4分5裂。这怎么可能？他猛地抬头看向红衣女子，见对方不仅没有受伤，就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损坏多少，衣服被砍出了一条缝，露出了她里面的肌肤，竟然是青灰色的，根本不是正常人的皮肤。我的个亲娘哎，这个女人是什么怪物？剑竟然对她无用。她的皮肤怎么会是青灰色的？她还是人吗？大黄和疾风的声音忽然在昭昭脑海中响起。她不是人，她是尸魁。龙龙，尸魁是什么？龙龙想不起来了，就是看到她时，脑海中突然蹦出来这2个字。好吧。昭昭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。红衣女人疯狂地笑了起来，手中的丝线灵活地操控着。太子忽地抬起头，食指成爪，照着裴荣景的胸口掏来。国师嫌弃地瞥了眼裴荣景，手指间夹着一张黄符，猛地贴在了太子的额头上。刚才还在攻击状态的太子，整个人像是被按了暂停键，直接停了下来。红衣女人疯狂地大叫着，双臂不停地扯动手中的丝线，但太子却纹丝不动，根本不再受他的丝线控制。国师冷哼一声，现在老夫就收了你。红衣女人眼底闪过慌乱，头颅扭曲的转过，红眸锁定住不远处的昭昭。香，好香，吃了它就能赢了这老贼。红衣女子疯狂地尖叫着冲向昭昭，国师瞳孔一缩，身影如风般追了上去，但还是快不过逃命的红衣女人，就连上前阻拦的红英和荔枝都被她一甩衣袖甩飞了出去。眼看着她的手即将触碰到昭昭，下一刻她的爪子就被昭昭身后的江慈洲平静地握住。这人谁呀？裴荣景从国师身后走了出来。大理寺少卿江慈洲。不对呀，他一个凡人
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呢？国师不解地捋着胡子，嘟嘟囔囔了句。昭昭与近在咫尺的红衣女人对视了眼，忽然伸出手，啪啪啪把她的脸甩得飞起，最后一巴掌竟然将对方给甩飞了出去。昭昭叉着腰，气鼓鼓道：“哼，坏人，你刚才是不是想要杀了昭昭？”荔枝等人猛地倒吸一口冷气，坏了，小郡主的秘密暴露了。国师咔嚓一声闪了老腰，他哆哆嗦嗦指着昭昭，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果然呐，他果然不是个正常人，他那个娘就不是个人。尸魁狠狠砸在了赶过来的裴景帝脚边，着实吓了众人一跳。海公公还以为是刺客，连忙挡在了裴景帝身前。什么人见到陛下还不赶紧下跪？尸魁缓缓抬起了僵硬的头颅，冲海公公露出一个瘆人的笑。跟在裴景帝身后的御林军全部戒备地看着尸魁。他怎么长得那么像温贵妃？陛下，陛下！海公公哆嗦的不行，温贵妃是他亲眼看着勒死的，现在竟然活生生的倒在他的眼前，这不是鬼是什么啊！尸魁猛地尖叫一声，张开双手仇视地朝裴景帝扑过去。御林军连忙上去阻挡，却还没靠近就被尸魁的爪子一拍，直接砸飞出去。尸魁张开狰狞的大口冲向裴景帝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国师终于再次动了，手中罗盘猛地丢到空中，从中射出无数的金光，好像天罗地网，将尸魁困在其中。尸魁发疯似的撕扯着光网，却被光网上面的金光烧得直冒烟。孽障，还敢造下杀孽，本国师现在就收了你！说着，他双手掐诀，一张符纸从他手中飞出，带着点点火星子钻进了金色的光网中。火符刚一接触到尸魁，火焰噌的一声窜了半米高，尸魁发出凄厉的惨叫，逐渐被火焰吞噬殆尽。龙龙，国师这么厉害的吗？他能烧了尸魁，在你们人类当中真的很厉害了。昭昭看着国师的眼睛都在放光，尤其是看到那罗盘飞回国师手中时，竟然还有点痛心疾首。龙龙，你说昭昭当初怎么没有把这罗盘给收过来呢？那东西一看就好厉害。你现在可是他的小徒孙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昭昭瞬间被安慰到，再次看向罗盘的眼神越看越喜欢。怎么突然感觉有点冷啊？他连忙掐指一算，奇怪了，怎么算不出来呀？裴景帝绕开那团黑漆漆的印子，快速走到国师跟前。国师，刚刚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朕的御林军伤不了他？昭昭捂着小嘴，想说又不敢说，害怕爹爹把他当成怪物。国师捋了捋胡须，御林军当然伤不了他，因为他是尸魁，身体强悍程度不亚于玄铁铸造的兵器。哦，竟是这般厉害吗？那若是这样的东西有很多，他大圣国岂不是威仪？你当炼制尸魁是大白菜呀？炼制尸魁极其耗费炼制者的心血，更何况上千具尸体中都不一定能炼制出来一个。如此朕也放心了。可是这东西为何会出现在东宫之中呢？还纠缠上了太子。国师看了眼裴景帝，掐指算了起来。太子，这是无妄之灾。这东西想要找的是你，并非是太子。想必你刚才也认出来了，这便是前些日子被你处死的温贵妃。想要将尸魁修炼得更加厉害，必须完成死者生前之愿才行。这尸魁的执念就是带走陛下啊！带走朕。裴景帝狠狠吞咽了下口水，回想起那尸魁的狰狞可怖的面容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没错，国师说完，这才咳嗽声继续道：但是陛下有龙气护体，他自然没办法靠近你。太子近些日子定是去了些什么阴气较重之地，这才被尸魁缠上。裴景帝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眼还被黄符定在原地的太子。那太子现在如何了？无碍，只是阴气入体，容易引来邪祟。本国师现在就替他驱除体内的阴邪煞气。国师走到面前，将符纸绕着太子转了几圈，符纸竟然轰的一声自己燃烧起来。随着黑色火焰的消失，太子身上众人看不见的黑气也都溢散了。国师这才将他额头上的符纸取了下来。太子并未苏醒，而是被身后的侍卫接住。带太子下去好生休息，今后切莫再去任何阴气重的地方。另外，这道符纸给太子贴身带好。侍卫接过国师手中的符纸，恭敬地扶着太子回了寝殿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已经解决，罚了。本国师也要回去睡觉了。国师伸了个懒腰，准备往外走，目光落到了江慈洲身上，忽然整个人一顿，白发红瞳，这是旱魃呀。
国师的神色变幻莫测，准备上前仔细查看一番。姜子舟已经抱着昭昭蹲在了黑灰旁边，那里躺着一颗绿莹莹的石头，他指着绿石头的位置。吃。昭昭愣了愣，循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。你说你想吃那个？昭昭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那个不能吃啊，很脏的，吃了会闹肚子的。但是姜慈舟径直伸出手抓住了绿石子，直接一丢，送进了自己口中。爹，不好了！美人叔叔吃了尸体里的东西。裴荣景连忙走了上来，目光莫测地检查起姜慈舟的情况。这怎么什么都吃？喝血就算了，怎么连尸体里的东西都吃了？国师却眯了眯眼睛，目光在姜慈舟和昭昭身上来回扫视。这丫头命格奇特呀，本应该是早死的命格，即便当初她娘偷了我的还魂丹给她，也不可能将她养得这般好。还魂丹只能维持她的魂魄不散，但她出生后一定会缺少60，对爱恨、疼痛、喜悦等感知迟钝，在常人眼中会显得有些痴傻才对，断不可能像现在这般聪明伶俐，还会坑我的宝物。国师又忍不住掐指算了起来，只是这一次他刚开始算，就猛地吐出一口血。这小丫头的命格又变了，甚至变得我都无法窥探的地步。国师，你还好吧？国师该不会刚才和尸魁战斗受了伤吧？本国师能有什么事啊？还不是天气太热，有点上火。上火不是应该流鼻血吗？国师大人怎么是吐血呀？咱家知道了，国师乃是天外之人，与我等凡夫俗子不同，自然不会是流鼻血了。海公公拍完马屁，期待地看着国师，等着被夸奖呢。谁知道刚对上国师的眼神，就感觉到了浓浓的杀气。他吓得抹了把脑门，怎么感觉国师的眼神也不像是要夸他呀？3日后便是天降启示，本国师届时会宣布收小郡主为徒弟，举办收徒大典。国师说罢，一甩衣袖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临走时还别有深意地看了眼姜慈舟。旱魃将士还如此亲厚小丫头，也不知道是福是祸。3日后天降启示，一切便会明了。回到摄政王府，已经快要天亮。昭昭打了个哈欠，回房间睡觉。她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半下午。姐姐，不好了，小丫头，你带回大理寺的小金鱼快死了。她说她离开家太久，再不回去就会死掉。小老鼠的话刚说完，昭昭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。小金鱼，糟糕，昭昭竟然把答应送小金鱼回家的事情给忘记了。他俩忙从床上提着裙子跳下来，刚动了下，就感觉有什么东西拽住了自己的裙摆。他垂眸一看，不是美人叔叔又是谁？去哪儿？昭昭扶着姜慈舟从地上起来。美人叔叔，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睡在地上？去哪儿？仔带我。我要去找小金鱼，你要一起去吗？去。昭昭没办法，只能任由他像个挂件跟在自己身后。听到动静的大黄皓月还有猫头鹰也追了上来。昭昭刚跑出去，就被红英和荔枝挡住了去路。小郡主，您这么着急忙慌的是要去哪儿？去大理寺，我要去把小金鱼送回家，不然它会死掉的。红英和荔枝对视一眼，属下跟您去。昭昭没有拒绝，坐上了马车，朝着大理寺去了。马车缓缓在大理寺门口停下，红英看了眼像个大型犬缩在昭昭身侧的姜慈舟，无奈地揉了揉眉心。小郡主，您还是在马车上等着属下吧，属下替您去取小金鱼。昭昭也不想拖着这样的美人叔叔下去，只好点点头答应。红英跳下马车后，找了一个衙役说了几句，让他进去通报。结果等了片刻，从里面出来的竟然是阿玉。这不是王府的红英姑娘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红英不善地瞪着他，想到昨天的事情，恨不得再给他帮两拳。男人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许再打我了，这里可是大理寺，你信不信？你再动手，我跟你不客气。滚！红英冷哼了声，目光看向了大理寺内。阿玉不解地上前一步，同样看向门口。你在等谁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倒是很乐意效劳。红英伸手推开他，一边带着去。你这个女人真的是……阿玉气急败坏地指着红英，还想说什么，忽然看见了楚云抱着鱼缸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原来你是来找楚云的，说你和楚云什么关系？阿玉八卦的不行，被红英一拳砸在鼻子上。你要再敢乱说一句话，小心本姑娘拆掉你下巴。这个女人出手怎么这么狠呢？
楚云见到红英，笑着将鱼缸递给他。红英姑娘，下次需要什么，尽管让人来通知楚某便可，不必亲自上门的。他说完，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。是小郡主要来，属下这才跟了过来。原来是小郡主啊。多谢楚大人，红英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红英说完，抱着鱼缸再次返回了马车。等等我家少爷是不是去了王府？阿玉紧跟着，像个跟屁虫似的追了上去。阿玉刚准备跟着红英身后上马车，想跟着就自己走，马车可坐不下那么多人。我说你这个女人会不会太冷血无情了？我就这个马车都不行，刚刚对楚云的时候明明挺温柔的，怎么面对我就这么凶巴巴的？不怕江大人将你再次甩飞，你就进来。阿玉对上江慈洲嫌弃又冷飕飕的双眼，顿时打了个激灵。不做就不做，我就不信我跑得没有马车快。少爷自从变傻后也变得太恐怖了，动不动就甩飞我，少爷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已经不是少爷最喜欢的属下了。马车上，鱼缸被昭昭小心翼翼地抱进怀里，里面的小金鱼已经翻开肚皮，看起来跟死了差不多。鱼鱼，昭昭现在就送你回家，你能告诉昭昭你家里的具体位置吗？小金鱼一听回家，立马一个鲤鱼打挺活了过来。小崽崽，你还记得鱼鱼吗？记得呢。鱼鱼就不要和昭昭生气了好不好？鱼鱼只记得住在长乐坊附近，要不小崽崽先带鱼鱼去那附近的河滩看看，说不定鱼鱼能想起来。好。到达长乐坊下游的河边时，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。小郡主，再往前就没有路了。小金鱼在鱼缸中跳起来，视线扫了眼周围，忽然用尾巴指着远处的一处断桥下。找到了，鱼鱼的家就在那下面。昭昭抱着鱼缸，带着红英他们走到了断桥下。荔枝先上前查看了下情况，这才返回来。小郡主，前面有暗流，石头上也长满了苔藓，您过去不太安全，还是将小金鱼交给属下去放生吧。马车上他也听到了小郡主说话，只当他是孩子天性，胡言乱语，并未想过他在跟小金鱼沟通。如今到了这里，也只是以为昭昭是想要放生小金鱼。小崽崽，我的家到了，我已经看到我娘亲来接我了。昭昭也看到了河里隐约露出来的金色尾巴。不用了，荔枝姐姐，昭昭就在这里放它出来。昭昭直接蹲下来，将小金鱼放在了最边缘的水里。小金鱼一触碰到水面，立马朝着深处游去。就在昭昭以为就此别过时，小金鱼又游了回来，身后还跟着一条比它大了数十倍的大金鱼。小崽崽，娘亲听说是你救了鱼鱼，非要来感谢你。大金鱼啥话也没说，冲昭昭的方向吐出一把金钥匙。哈哈，谢谢你救了我们的鱼鱼，你们人类最是讲究恩情回报，这是我的谢礼。这把钥匙是我无意间所得，不知道有什么用处，不过它通体金色，上面还镶嵌了宝石，一定会很值钱的。昭昭蹲下去，将被水冲过来的金钥匙捡起来拿在手里，刚入手他就感受到了钥匙上似乎有气体波动了下。这是好东西，快给龙龙吃。昭昭一听龙龙的话，眼睛都亮了。谢谢你，大金鱼。大金鱼和小金鱼在水中欢快地游了起来，然后朝着远处游走。小崽崽，希望我们还会再见面。红英和荔枝等人震惊地看着昭昭手中的金钥匙，有些难以置信。刚才是条金鱼给小郡主的，小金鱼还会感谢了，还送礼物感谢，确定不是我们出现幻觉了？龙龙早已经等得迫不及待，从昭昭的脑袋中冒出来，一口就将钥匙给吞进了肚子里。红英和荔枝眼睁睁看着昭昭手中的金钥匙眨眼间消失不见，两人十分默契地对视一眼。奇猛了，没睡醒，出现幻觉了。一行人送完了金鱼，就开始往回走。刚走到半道上，就碰到了追过来的阿玉。阿玉有些害怕江慈洲，但是又想靠近，胆小的缩在了红英身后。小郡主，我家少爷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？昭昭也有些迷惑的挠挠头。龙龙，美人叔叔怎么还不恢复记忆呀？是不是血吸的不够多？还不够多啊！那群刺客都快被吸成人干了。他看向阿玉，两根食指互相戳了戳。可能时间太短了，要不你再等等看。阿玉叹了口气，好吧，